电视家阵亡了。11月20日的晚上，使用该软件的网友基本都看到了运营商发出来的公告。21日，软件依旧不能正常使用。按照电视家自己的介绍，他们的产品能够提供多达1600个电视频道的在线直播服务。从网友的反应来看，安装该软件的群体十分的庞大。电视家的说法是，服务暂停是按照广电总局的规范要求进行，因为软件有充值服务。运营商在公告中还表示，后续会通过网络各平台账号为消费者退款。也有网友在20日晚上就晒出了截图，说是已经收到了运营商的退款。根据随后的测试发现，软件大部分直播节目都已停止，但依然有几个少量的频道可以观看。不过呢，更多可以点映的电影节目一个也不能看了。除了已安装的软件阵亡以外，在各大应用市场的平台上，该软件也遭到下架，不能再下载。其实这突然而至的变故不光是电视家，其他第三方电视直播软件几乎在同一时间也都不能再使用了。据不完全统计，目前涉及到的直播软件有飞虎、云海、酷看、秒看、超级 ITV、小金等等。随着各大直播软件阵亡，智能电视想继续观看节目，要么是安装了广电系统的有线电视服务，要么就是使用3大运营商提供的 IPTV 服务。简单来说，任何第三方软件未来应该都不能再使用了，因为这类软件的本质是盗版，用在电视直播领域就是盗播。这些软件既没有各直播节目的播放版权，也没有其他电视节目的版权，本质上就是抓取正版的网络信号源提供给消费者。更为严重的是，本来就是盗播，各软件还都面向消费群体收费，这样一来，广电部门自然会出手整治。2015年，广电联合多部门就已经下发文件，没有正式版权的电视网络接收软件，经营数额超过50万以及获利数额超过10万的，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。何况像电视家这样的软件，早已随着用户的增多而开通了收费服务，用户越多，经营和获利的数额越大，被整治的可能性就越高。广电出手治理侵权直播和套娃收费了，第三方直播软件全部阵亡。虽然早有各类规定不允许智能电视机随意装载应用，但是像电视家这类直播软件还是能透过技术应用到电视上的。软件在安装过程中不收费，只要懂得相应的操作，就能简单的装到电视机里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该类软件积累的用户基数越来越多，相对而言也比较高调。对比之下，山寨版的电视机盒子就低调了许多。尤其是2015年广电部门提出硬性规定后，一些商家为了规避风险，就做起了电视机盒子的生意。当然，这类商家同样没有接入信号和节目的资质，他们生产的产品是山寨版的，本质上呢和盗版的电视直播软件一样。他们先回收正规的 IPTV 盒子，而后再将自己的系统刷入盒子里。有些商家还把一些破解版的直播软件也刷入盒子里，通过一番改头换面，他们再将电视机盒子重新推入市场。一些商家宣称他们的产品售价低廉，不需要按月缴纳入网费，接收的直播节目可以多达5000个。可实际来看呢，相关的直播服务经常会出问题，而且有的产品虽然宣称免费，可实际上当消费者使用的时候同样需要购买会员服务。这些都还不是重点，关键的问题是，作为一种盗版的硬件入网系统，由于不存在监管，商家可以随意往里面刷软件。5月份就有报道指出，市面上流行的山寨电视机盒子有多个产品被预先刷入恶意软件。用户在入网使用的时候要么会看诈骗广告，要么自家的电视机就成了肉机，被幕后操纵者占用网络宽带。所以图便宜使用该类产品肯定是问题多多。但在其刚流行开来的2016年，市面上的销量一度还是达到1400万台。此后随着监管的收紧，销量开始持续下跌。今年的数据显示，各类山寨版的电视机盒子网上的销量只有174万台，连同线下全渠道的销量只有350万台左右。相比于高峰时期的1000万级别销量，山寨电视机盒子最终消失也只是时间问题。国家广电总局出台新规定，彻底关停第三方电视直播软件。电视家作为其中很火爆的一款 APP， 自然也无法逃脱。其用户群体觉得电视家关停很突然，可实际上呢，针对第三方直播软件的治理早已展开。盗播节目是一方面，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媒体此前报道过的套娃收费。所谓套娃收费，就是层层收费。只要是接触过智能电视机的群体，想必都有过类似的体验。
消费者购买了某软件的会员服务，本想着接下来能全部免费使用，可实际上呢，多数节目还是需要单独付费才能观看。有一些消费者继续开通服务后，又会发现，即便是付费类的节目中，还有耽搁的节目又需要额外付费，层层付费就像套娃一样，简直没完没了。收费是一方面，智能电视机开机广告时间越来越长，开机后各界面广告弹出的问题也是层出不穷。上述相关乱象近几年是愈演愈烈，归根结底呢，是电视网络传送服务领域的蛋糕太大了。以套娃收费来说，传统的电视机接上信号看节目就行，智能电视机参与的主体太多，从设备的制造到网络信号的接入，再到电视节目的提供方，各个节点都想分一杯羹，层层收费的现象也就出现了。至于广告主，通过软硬件的接入形式，无孔不入地跟各个节点的服务方展开合作，他们反倒成了最大的受益方。从8月份开始，广电部门就开始联合多个部门，正式开启了对套娃收费等一系列问题的治理。按照规定，截止到今年底，要将智能电视机领域的收费包压缩到40%以内。同时呢，各类收费项目要明确，不再像过去那样不透明。到明年，所有电视机运营和收费要彻底规范化。最后一步是到明年年底建立起各电视运营服务体系的长效管理机制，防止此前的一系列问题反弹。智能电视设备随着技术的进步，它能提供的服务相比于传统的电视确实外延了。但是呢，这些外延的技术和服务本来应该是围绕看电视的人运转的，现在却更多的在围绕盈利者运转。收费不清晰，操作越来越复杂，也难怪大量的年轻人早已抛弃了电视机。而对于看电视的群体来说，他们也只能被动的接收这种模式。每天嗨科普，我是闪电哥，咱们下期见。